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这个影片安格斯要跟大家分享一株迷你型的加德利亚兰或卡特兰，那它的父母亲本分别在影片的右上方。这个兰花是我已经养了很多年的首次来花。那当初会买这株兰花，除了它的颜色是我蛮好奇的颜色之外呢，也是为了要凑免运费，所以就随便选了几颗，然后这是它其中那一批兰花里面的其中一株哦。那这个开花其实它的花不是非常的标准哦，因为其实它完全就是可能第一次开花不知道怎么开，所以它的那个花朵完全就是没有打开哦，就只有你看到的这个样子。那至少我能够知道说，它开出来的颜色真的就如同当初我网络上面看到的叙述，那时候他还没有提供照片，卖家没有提供照片，只是叙述说它是橘色、橘黄色，然后可能有红色的嘴唇。那现在看到了就知道说当时看到的叙述是差不多的。不过花型呢，我还不确定当时开出来会是怎么样。然后一直是到了这个同一个开花周期的6个月后，我才真正看到了它开花的样子。这边呢，就是这株兰花真正开花后的样子。也是仅供参考，因为毕竟头几次来花的小苗呢，它们的花不一定都完全标准，但是颜色上大致上差不多。那这株兰花因为是这个时候已经是天气比较热了，所以呢它的颜色比较偏黄，没有之前那么橘，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些兰花它的颜色饱和度上面的确会有一些因为温度而受到改变，所以有时候会偏深，有时候偏浅。那这边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它的颜色就偏比较黄色，就没有当初我们看到的那么橘。但是它也有香味淡淡的清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浓郁的加德利亚兰香味，但是还是有味道，所以我还是蛮喜欢的。在我的兰花里面呢，加德利亚兰、卡特兰的数量不多，原因是因为我还是个人偏好啦，是对蝴蝶兰我比较喜欢，然后也因为蝴蝶兰比较容易养因为加德利亚兰的话，它的根系比较敏感，而且它需要光照，还有养分，还有甚至它的这个介质的透水性都是要求稍微高一些的所以对于入门兰花的新手来说，我会建议从蝴蝶兰或者是一些比较普遍大众一点的文心兰去入手。那不知道是不是凑巧第一朵花跟第二朵花它的这个花梗或花茎的部分其实都长得非常的不规则都不是直挺挺的往上抽，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株兰花的这个特性就是这样子，就是细细的，所以有时候呢就是会受到挤压，所以长出来的那个开花的位置都不是我预期的。那这株兰花它的这个根系呢长得还算 OK， 那我给它的介质其实就是有机的介质了，有一点点的树皮之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上一点水草发泡炼石这样子所以其实是一个蛮复合的，因为主要是要让它的介质能够有很好很高的排水性。那肥料方面我是没有给它加强的就是我其他蝴蝶兰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它就是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了不起就是我把它放在架子比较高的地方，那能够接收到比较多的光照，不管是植物生长灯跟从窗户外面进来的自然光照，这株兰花还是有给它一点补强。那3周之后呢我又从它的另外一个
花瓣上面、叶子上面看到了另外一个花苞哦。那一样，你看到它的这个花下面的那个花梗嘛，一样是受到了挤压。所以我不确定说这个现象会不会将来会因为它植株年龄变大，然后可能它植株整个变大一点之后会有改善所以这个我们还要再持续的观察。那你看到现在呢，它的颜色又有了变化，主要是因为还是一样比较热所以它一样是偏黄，但是比起上一朵来说，这一朵它的这个唇的部分的红色又多了一些所以这株兰花到目前为止3朵花3种不同的颜色跟样貌，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我个人啦对它的期望就是明年的开花周期呢，希望能够再来个几朵花，所以我才能够多做比较，看看它的这个颜色到底是不是趋于稳定，那它的花型是怎么样子。整体上来说，能够开花就是好花，但是也希望它能够趋于稳定，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来确定它的花型跟颜色到底真正的样貌是该如何。在影片结束之前呢，我也来回答一个兰友蛮有趣的问题。他说，安格斯，你有这么多的兰花，有没有曾经就是有些兰花你不喜欢你就把它送给别人的？答案是肯定的。有些兰花呢，在不同的时期你会有不同的喜好，那有一些兰花难找的，我当然不会随便就送人嘛，但是有一些比较容易找的，或者是已经很确定这个兰花在我养护之下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照顾或很好的表现，或者是我对它已经麻痹了，已经不是那么喜欢了，就可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把它送给喜欢它想要试试看尝试的人。刚好我的邻居还有一些好朋友就近的，他们也很喜欢兰花，有时候呢我的确会把我觉得可以割爱的部分让他们去做尝试。那有时候他们呢，比如说他们有的人很喜欢种玫瑰、月季，他们的扦插苗有存活的也会跟我分享，其实就是以花会友，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我的确做过的。当然如果它有病虫害，不管是名贵不名贵、稀不稀少的兰花品种，如果我没有办法很确定能够救活，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我会把它们扔掉的。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